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要特别谈的是这个介老师的一个选题哦。他今天特别想谈谈这个西方的没落。当然，西方的没落呢，这本书事实上曾经翻译成中文，这是这个德国的一个这个经典巨作嘛哈。我们看到一个这个历史哲学家这个斯宾格勒，他其实呢1918年就出了这个上下2卷，很厚很厚的一本哦。当然我是没有办法看完了哈，看了一些很多这个读书的心得，在当时呢，他就推翻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这种史观、这种世界观。当然这是在1918年就20世纪初的一个事情。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我们看到这么长期，整个世界也做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变化哈。在之前的欧洲为世界中心，然后到现在转移到美国。那么下一个大家都在说，西方没落，那么东方是不是崛起？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消长，我先请教一下这个介老师，您怎么会特别关注到这个题目？因为现在的世界这个动乱哈，我认为就是因为这个权力的衰落跟权力的兴起造成的。那现在最明显的一个就是美国国力的衰弱。美国为什么 Trump 时候说，我现在就是要做什么？我要美国第一。那如果说美国还是第一的话，他喊这个口号不就是白喊嘛？可见美国没有第一了。可见美国没有第一，或者是快不要第一了。而且美国老百姓也感觉到他快不是第一了。所以Trump用这个口号，然后呢就赢得了大选。然后呢，他现在的一切作为就是要把美国从衰败中往上再提回来。对。那所以我认为今天这个世界，如果说我们从历史分歧来看，我认为又是大的权力强权之间在一个转换期。也就是如果说美国代表西方的话，也就是西方它现在有实质上的有这种衰落，而且它在自我的自觉上也认为在衰落。那么回过头来，那个衰落跟升起它都是相对性的。那谁在往上走呢？那当然今天是大陆啊，中国大陆在一个上升的力量。所以西方的衰落，另外一个它的整个的它的对面的对照就是中国大陆的崛起。所以我认为今天整个世界的会有这么多的动荡，会有这么多的冲突会有这么多的这种变化，我觉得基本上我不是说因为中国崛起，而是我认为是西方衰落造成的。是，事实上我们看到，在这个2012年啊，当时美国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他们大概每4年会提出一份报告，这个世界趋势的一个报告。在2012年的时候，这份报告呢受到高度的关注。当时呢就说，到了2030年呢，西方主导世界的这个局面呢就会结束哈。它的预言是2030年，今年是2021年嘛，就9年啊，9年的光景。那当然。此刻呢，整个世界天翻地动的一个新的一个变局就是疫情。最近有很多的这个预言啊，包括这个趋势预测，都说在疫后的世界呢，其实亚洲的复苏是非常非常快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呢，第一季的 GDP 呢年增是多少？18.3%呐，把大家吓了一跳。不过当然它有一些这个背景的因素啦，比方说这次这个过节，大概所有的这个民众都是就地过年嘛，哈，比较没有回到这个老家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疫后的复苏呢，是不是加速了这个介老师您所说的这个西方没落？对，这个其实这种强弱基本上也有指标。这个指标我认为数目字很重要。对，就是说能够量化指标很重要。可是也不只是有量化的东西，它重要。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软实力。软的实力，说硬实力、软实力，其实都很容易看得出来。硬实力来看，其实我认为第一硬实力还是经济还是钱。对，钱这个人，钱是每个人对钱的看法不同啦。可是钱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含有影响力跟权力的一个工具。那现在世界2大经济体，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大陆。美国现在2019它的 GDP 21兆多一点，中国大陆是14兆。那可是问题就是说，以经济成长率来看，大陆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它是设定是6%嘛。
对6%，大陆美国的经济事实上能够有正成长率1-2%就不错了。对，所以这个必然是中国大陆还在继续超赶。那时候有人预测说2032，有人说2030，甚至有人讲现在疫情发生，有人说2028，那么大陆的 GDP 就会超越美国的 GDP。那这个就是一个最重要，我认为硬指标在这里。这硬指标，那另外还有一些指标，就是说所谓的平价购买力的这个 GDP， 也就是说你这些钱，你的实质的购买力来对比的话，有人说大陆在2013年已经超过美国了。那所以事实上，现在这个情况，如果我们别的不谈，14对20的话，还差6兆这个情况下，可是你今天看到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这几个大城市，它那个快速的建设这在美国的几个大城市是看不到。美国几个大城市，美国比如说纽约、旧金山、洛杉矶、Houston 的话，它基本上没有办法看到大陆那种快速崛起那样。所以这个硬指标、经济指标的话，其实也就是也不能说弹指之间很快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在这样子快速的此消彼长的情况下，美国人受的心理压力非常的大。那么也就是美国人为什么就是说，连这个 Merkel 德国总理都看不下去，他说看美国就是说人家做得好，你这样就天天去找人家麻烦，天天说你不能做。人家梅克尔讲一句话，我觉得还是蛮公平。他说中国有权利崛起啊，为什么他崛起你就要天天找他麻烦？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美国人也许不这么看，可是所以基本上为什么美国的教育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最后第一个硬指标就是经济，经济完了还有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就是军事力量。对，真正在世界上你要说谁是强势文明第一个要有钱。富裕对，很重要。美国最强的时候是军援王国要有钱，要有肌肉嘛，对不对？对啊，再下肌肉，军力来讲，明年美国的军事预算7500亿美金，然后呢，大陆的军事预算2100亿美金，已经差不多是美国的差不多快接近1/3了。这个速度，你如果从过去10年的那个比较来看那你会非常惊讶大陆的军费的那快速成长。那有人像美国人还说大陆隐藏经费好2100亿，你们不够实质2500亿好了。那你要再看它的实质购买力，以及中国大陆建构军力，它主要想要达成的目标在哪里的话，你美国是做全球，美国有上百个全球的基地，中国大陆现在海外基地2个、3个，然后它主要在这个西太平洋，这个造成的这个军事的优势是美国当时没有办法想象到的。经济的军事的压力，我相信这个美国都感受到了，但是重点就在于所谓的这个由俭入奢易了，由奢入俭难我们看到这个19世纪等于是这个欧洲的一个霸权，到了20世纪呢，转移到以美国为重心。那21世纪呢，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个东方崛起或者中国大陆崛起？当然，威胁最大的、心里最不好受的就是美国，他能不能够承认这个事实，同时呢和平存在、和平共处，甚至他开始用一个不是高高在上，用一个平视的眼光去看待这种崛起，恐怕非常的困难。所以讲到这里呢，大家就会回溯到在疫情之前，我们看到这个中美美洲贸易大战打得不可开交但这个是由美国这个单方面挑起的。事实上，这个单边的这个贸易大战呢，也出现在美国过去把日本打掉。过去日本呢曾经窜到世界经济经济体的第2位，大家也知道那个年代日本多强那时候我们台湾人买家电买什么东西都是觉得日本的比较好，对不对？日本那时候在美国到处买楼
可不可以说是大家都想说日本可以把美国给买掉？结果美国呢就动用了这个汇率手段也好，大家印象深刻的这个广场协议啊，包括301条款啊、新301条款等等，硬生生的把日本打了下去。到现在呢，收服了日本啊，让日本变成一个忠心耿耿的小弟啊。那么现在呢，是不是这一套故技重施要对付中国大陆有效吗？美国一向都是用这个手法，当时把英国干掉也是一样。对，那他把日本干掉，因为日把俄罗斯本在干掉70年代的时候，日本国家他们很自傲，他说我们终于成为1/4国。什么叫1/4国？就是全球的 GDP 的1/4是日本人创造。哇，日本那时候自满的不得了。可是美国已经出手了，美国一个广场协议让它日币升值了100%啊，对，汇率战争，然后把它几个像Toshiba几个大的公司掌握关键科技啊，都把它打掉以后，就要说就安个罪名啊，说你们公司有卖这个东西到共产阵营哦，就跟现在如出一辙，对付华为一样嘛，就跟华为一样，他给你安个罪名就把你。可是这一次看起来，大陆来讲的话，我觉得美国到目前没有占到大便宜，因为有一个还是数字回来，也就是中国大陆今天的整体 GDP 外销占19%，对，19%，那所以占整个的经济比重来讲，并没有那么大。那另外81是其他，也有国内消费，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另外还有一个美国市场。占大陆的所有的外销市场20%，也就是说，你这个我一个19，一个20，就2个20乘起来22得4，也就是说，美国市场能够影响大陆的 GDP， 直接打击面4%而已中国大陆整个基金面只有4%能够被美国用贸易的手法来打击，所以他后来就打科技战，因为事实上真的见效不多。那大陆这个疫情以后，这个18.5%的这个成长率第一季，美国人称呼其后所以可以说美国这些手段打不成，而且大陆是一个极庞大的量体，有极庞大的市场，这个都是当初日本完全不具备的条件。所以今天美国用同样的手法来打大陆，会收到当时打日本同样打日本的手法打大陆的话。不可能收到当时打日本的那样子的效果，而且反而会更让美国付出更大代价，因为制裁别人基本上都是七伤拳。大陆比如说光一个这个晶片美国这个在这个行业是称霸的，赚大笔银子的。那可是最大的买主是大陆，大陆1年就买了3400亿的进口3400亿的晶圆片，这些晶片。很多都是美国人赚走了。那你今天把中国大陆这些打下去的话，美国自己也受伤所以我是觉得美国现在打这些战争尤其贸易战它这是杀敌1000智商可能900所以这种打击，我认为是不会收效的。所以现在他们那个戴奇就想见刘鹤嘛，对，那大陆不吭气嘛，那这个就是实力对决来决定怎么做。那所以另外讲一个科技来讲，我讲一个指标就好。拜登自己讲的，因为他跟美国要钱嘛，说要搞基础建设，然后里面很重要做很多科技研发。他说我们现在 R&D 在我们 GDP 只占多年都占1%他说大陆 R&D 1年占他们的这些年占他的 GDP 2%，所以光做研发，你看我们看一个公司有没有前途看它 R&D 做多少钱。那你看看，如果美国的研发经费往下走，大陆研发往上走，那这个趋势又让美国人睡不着觉，那西方又要没落，他自己就感觉他真的在没落，在沉沦当中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很明显的。
对，从数字来看啊，IMF 预估呢，这个2021年全球的经济成长率大概是6%。我们刚刚讲到，在这个疫后复苏哦，大陆的第一季嘛哈，GDP 呢成长是18.3%，这个数字呢当然很惊人，也是大陆1992年开始有记录以来哈的一个最高纪录，可以说是一个报复式的成长。但是我想剩下这个不多的时间，我再请教一下这个介老师，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数字的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这个哲学的问题。我们知道东西方的这个思维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哦。事实上，面对这个大陆的崛起，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的很多领导人哈，特别强调他们不是一个霸权崛起的一个概念啊，跟西方式的这种国家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在这样疫后一个世界轴心的一个转变当中，您认为，虽然您刚刚讲这个德国这个梅克尔啊讲的那些话，感觉像在帮中国大陆讲话的类似的一个口径哦，您认为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包括欧洲，他们能够平视这种东方的崛起，他们愿意去分享他们的权利吗？我想一定是不愿意的，对，而且会不断的抵抗，而不断的去说对方的不是，也就是西方人现在自我反省的力量他没有把力量放在自我反省，是到底我出了什么问题？当然，我看有一些西方的这些意见领袖也在反省他们自己西方的问题。那么他把问题都把别人现在把大陆形容得很差。然后认为大陆是有很多问题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足以成为世界的表率，你不能当领袖，你自己问题很多。那大部分的我想中国人也自己不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就要从中国近代的历史被西方帝国主义尤其八国联军之后，再加上中国自己本身的这个迷失以后对自己的文化，对自己这个文明丧失信心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很客观的看自己这个文明的这个价值在什么地方。然后对西方人的批评呢，就有一些显示有点招架无力。其实我们光讲一点来讲的话，现在国际上很讲一句话，一个字叫 governance， 就是治理。那光以治理来讲的话，那么现在美国这个政府的治理能力可以说是非常差的。怎么说呢？美国有50万人是无家可归，对，美国有200万人关在监牢里面，美国街上种族仇恨的这样子的暴力事件全美国像亚裔的说，去年就报了2000多件的案子，然后呢，美国有4亿支枪散布在这个社会，过去1个月中间就发了25起的所谓的大型的 mass。这种shooting， 大型的枪击事件，在美国所以美国社会治理有问题像有一些外国人跑到台湾来，或者跑到亚洲的城市来，他说：“你们怎么都没警察？”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在美国这种大城市，西方的大城市，你看不到警察偷、骗，甚至抢，甚至杀都会发生的。所以他们这个社会事实上治理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个原因？我认为是文化因素。对，我认为就是说，我们东方这些，比如说日本、韩国、大陆、台湾，我们这些都是儒家文化的，我们有很强的自律、内治的精神存在。所以很特别，就是说这个东方国家你会看到，可能街头没有警察，人民没有枪，但治安不错；路上没有垃圾桶，但是很干净，对不对？我们这个文化，我觉得就是讲到软实力的话。而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一个时代来临的时候，包容性是很重要的。那你要越能够包容，你越能被人家接受，你越能够得到发展机会。那你今天西方的社会来讲，他们的包容性是有问题。你像最近我讲澳大利亚做这件事，澳大利亚禁止他9000个印度的公民回澳大利亚。这个就有种族的问题，包容性的问题。